带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以及前张骞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看到我们今天来宾一系列包含军事跟外交因为我们持续要来谈美伊开战。好，目前您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川普好像稍稍有点 taco， 一直不断的说差不多结束了，或者是说我们赢了。好，但是这个战争并没有因此结束啊，各位。大家知道吗？其实伊朗更加大力道在袭击我们先看到伊朗说他们已经实施了真诚承诺4第40轮的军事行动。好，这是在今天12号凌晨0时刚过，他们就发出一个声明说，他们已经跟伊朗的黎巴嫩盟友真主党执行了一项锁定以色列目标的联合飞弹行动。好，这项行动锁定的就是以色列领土有超过50个目标，包括于海法、还有特拉维夫以及这个相关的以色列军事基地。好，所以呢，这2个开始进行结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他们首次协同来打击以色列。那以色列的媒体就有报道说这是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伊朗跟真主党首次对以色列这边也发动了协同打击。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在伊朗这边其实并没有要削弱他们的一些军事行动，反而是跟了盟友一起加大力道，而且目标就是以色列。好，那我们也要看到以色列的国防军他们在12号凌晨其实有发表声明说，侦测到了伊朗向以色列发射新一轮的飞弹，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那这是以军当天第2次表示侦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飞弹。好，那美军则说他们已经打击了伊朗大概是5500多个目标。那这是美军的中央司令的库珀说的，他说美军已经针对了伊朗境内有超过5500个目标来实施打击，那其中也包含了60多艘的舰船，还有以及多处弹道飞弹还有无人机的相关设施。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两方都有一些互相的攻击事件，但是我们还是很关注川普川普所说伊朗的战事行动的进度远远超过原本预定的计划。他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他说因为伊朗几乎是没有可以攻击的目标了。好，但是这个川普所说的话，我们还是要稍稍打点折因为他所说的可能只是片面因为我们看到伊朗仍旧是全面的来进行攻击。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现在在伊朗的武装部队发言人有稍稍透露一个讯号，也就是他说任何隶属美国、以色列跟盟友的船只他们载运的石油货品都会被视为伊朗武装力量合法打击的目标。所以呢，他们现在似乎正在改变战略过去是用对等反击，但是现在好像要变成一个连环打击，尤其对于以色列跟他们盟友的石油货品其实都会变成目标。好，所以我们也马上就看到，确实现在在荷姆兹海峡有一些战火爆发了。好，伊朗的革命卫队说他们在跟美国跟以色列作战的期间，袭击了美国位在科威特、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那另外还在荷姆兹海峡攻击了一艘悬挂赖比瑞亚国旗的船只，跟一艘泰国的散货船。好，那先是讲说有击中这2艘船，就接下来呢，其实伊朗还是持续在发动攻击也包含的是波湾2艘载运伊拉克燃料油的外国油船，在伊拉克的领海之内遭到了伊朗攻击，而且起火。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当下的画面是直接燃烧起来因为这个都是油轮嘛好，被救出的船员都是外国国籍，但是没有提供有关伤势或是船只受损情况的细节。那石油港口则已经是停止运作。好，所以呢，光是在3月11号这天有2艘一艘是赖比瑞亚跟泰国的散装货船，那另外2艘就是油船，总共有4艘。那目前伊朗的革命卫队说美国跟以色列必须考虑他们将会陷入长期消耗战的可能性。好，那伊朗也很清楚自己的王牌因为美国一旦被卷入这场消耗战，
接下来就是会摧毁美国跟全球的经济。好，一轮看来啊，就是他赌川普不敢把全球的经济给拖下水哦，所以他觉得这个川普绝对会他口下去哦，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是要持续在作战啊，因为伊朗的革命卫队啊，他们就说啊，其实现在他们有一个伊朗的银行被空袭之后，伊朗啊将攻击美国、以色列在内区域的一个经济中心跟银行，所以他点名了包含辉达、微软的美国高科技在这个区域之内的设施，他说接下来就会成为他们新一波发动的目标。好，所以不得了，我看看这个美国会不会因此又在他口？因为如果真的是把这些 AI 的这个软体的高科技业打掉，或是在做攻击的话，恐怕又更一发不可收拾了。好，那现在 FBI 最近有警告啊，说美国本土也要注意他点名到的是加州而且他说啊，这个警察部门你们要小心因为伊朗可能会报复美国的攻击向这个西海岸来发动无人机的突袭，所以你可以看到伊朗真的也是有点玉石俱焚的情况。如果真的这样做，那真的有可能会面临世界大战了好，那当然我们看到之前曾经有提过，在2月28号有一名这个女子学校遭到这个美国这边的攻击结果现在清楚可见。美国制造的这个 Made in USA，Made in USA 全部都说了。之前川普还说这战斧飞弹恐怕是伊朗的还想要嫁祸给伊朗，就明明就是从美国来的好，你可以看到残片当中清楚看见部分零件的序号跟产地，还有制造商等等。好，那现在意大利总理梅诺尼问到了这个伊朗小学被误炸，他也非常生气他觉得这个事件就是一个屠杀，他代表意大利政府慰问这些年幼受害者的家属，而且呼吁尽快查明谁要为这些悲剧负上责任。好，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美国误打而且这么不人道，其实不是第一次了。好，所以呢，大家就想说真的不要有战争，我们都希望能够和平。但是到底川普什么时候收手？那现在看起来这场战争还是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先问邱毅委员，美伊以的战争不是到了尾声，而是准备要进入第二个阶段。所谓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哈梅内伊的第二个儿子穆杰塔巴他所主导的第二个阶段。虽然他现在受了伤，但是现在铁三角已经形成了。铁三角就是他的老爸留给他的顾命大臣拉里贾巴，以及在伊朗人民心目中最强硬的前总统内贾德，三个已经形成了一个所谓强力反美的一个铁三角。更重要的是，你知道在3月8号，那一个88个法学专家所投票秘密投票选出来，穆杰塔巴成为伊朗最高领导人，不是险胜，是压倒性的胜利。也就是说，现在整个伊朗里面，革命卫队、政府官员，另外还有教士集团，现在基本上已经巩固了一个领导中心。更重要的是，他的战术跟以前不一样了，他的战术更加灵活了。刚才伊伦有提到一点，他说未来攻击的标的很可能是微软跟辉达。为什么？我们如果追溯到去年年底12月，罗杰斯量子基金的创办人罗杰斯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那时候大家都不注意，我就要提醒，4只黑天鹅若一起来，那就要演变成全球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在里面4只黑天鹅里面有一只黑天鹅，就是 AI 资产泡沫的破裂。你今天为什么伊朗准备新的战术要去打辉达跟微软？
它就是要造成 AI 的资产破裂嘛。一旦 AI 的资产破裂，它所造成的冲击，它就会成为更大的叠加强化的冲击。另外的，为什么第二阶段会打成消耗战？刚才一轮也特别提到，闪电战的时代结束了，进入了消耗战。因为过去的一周，美国花了多少钱？113亿美元。美国现在的债务累积多少？38万亿，就是38兆美元。整个世界的债务多少？整个世界的债务已经到345亿美元，这就是债务危机哦。消耗战再打下去，美国的债务危机更严重了。是美国的债务危机 ，AI 的泡沫破裂，再加上荷姆兹海峡被封锁，造成了能源危机。当时罗杰斯就预测，如果国际油价超过了150块美元，就可能演变成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对，所以整个国际的危机会更大，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就要逼着美国以及其他的欧洲西方的国家，不得不跟伊朗谈如何停战。好，谢大使怎么看？川普讲话蛮有趣的，我们再深入探讨一下。他说已经达到超过原定计划，原定计划到底是什么？对，我们不要用一个打篮球的这个来做个比喻哈。因为原定计划说我上场30分钟投篮150次，然后呢有什么意义？结果呢你得分2分，对不对？然后呢你上场被人家盖火锅盖了20次，你不讲，那你的原定计划到底是什么？对不对？那现在那个效果来讲，我们就帮川普讲的话把它凑一下。第一个，他不是很高兴吗？他的计划应该怎么样？是这样，打了这么多次，最后应该造成政权垮台。请问政权垮台没有？没有啊。第二个，你要造成人民起义，伊朗人民起义，伊朗人民起义没有？也没有，也没有。那你说要把他的飞弹的伊朗的飞弹要给它摧毁，把他的飞弹能力摧毁，有没有？也没有，没有啊。那你要把他的无人机能力摧毁没有？没有。那请问一下，荷姆斯海峡你现在可以安全通过了吗？你可以逼着伊朗把荷姆斯海峡封锁这个政策把它放弃吗？没有。那你说你的原定计划到底是什么嘛？就好像你去参加一个运动会，参加马拉松，你去参加了，结果你是最后1名，有什么意义？我们要看效果啊，你没有效果嘛。那我是为志在参加，我打击5500次是为了要达成那个5500次。请问一下，你的效果在哪里？没有啊。所以川普，我觉得我刚刚看他讲这句话，我就说可能这是将来他停火止战的一个怎么样标准？他说，伊朗已经几乎没有可以攻击的目标了，所以我不打了。我全国放假10天庆祝美伊战争，美国光荣胜利。他的台阶铺在那。对啊，是不是就这样子结束呢？对不对？那伊朗在19次攻击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西方媒体集体做了一个大文章，说伊朗的这个飞弹、导弹跟它无人机的攻击能力只剩下10%啊。19次的攻击，现在已经进入第19轮，现在40轮了，对不对？人家本来只打你在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现在改打你美国的什么经济目标？微软这些NVIDIA， 你美国有什么对策？对，你阻止不了他的飞弹，你阻止他无人机，你就是没有成功嘛。所以这场战争我们现在做一个盘点的话，请问川普有什么好吹牛的？好，舰长怎么看？这个我不晓得各位最近有没有仔细去研究过伊朗的这个战略的形势那我很早以前我说伊朗是一个马蜂窝，它里面的政经军这些形势非常复杂，它能够拿枪去执行法律的国内的这些武装的部队不管它哪一个，加起来将近是100万人。这100万人在它的全国人口是大概1亿人口，那这些人都充满了这个信仰，很多是激情的这个宗教主义者。所以他是一个马蜂窝，我以前认为这就是他最大的王牌。我最近在仔细研究，我才发觉，那才不是伊朗最大的王牌呢。
伊朗最大的王牌是它的山川地形。各位，如果你在家里，你可以上 Google， 你去看一下伊朗的3D 地图，你打Google 伊朗3D 地图，用图的去看，你再打一个中东的3D 地图，你一完毕你就知道，全世界目前来讲，全世界那个山川保护的最好的一个国家，最难用地面部队推进去的国家就是伊朗。它为什么你知道？它几乎的整个国界是靠那个山川给它隆起来的。它那有一个伊朗高原，有2大山脉，它左边这整个的西边这里是3000到5000公尺，好厚的一个山呐、到了上面变成3000到4000公尺，稍微细一点，但也一直下来，然后整个这样子围起来。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我在想说，我天哪，你们怎么是这么多的山？然后我再仔细查清楚，你知道它的山属于高度起伏的这种山，而且有的地方很高的超过它土地的90%，它就10%是平原，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你今天一个地面部队要打进去第一，你在哪里登陆？你如何登陆？你没地方登陆啊！它不像当初美国不是打伊拉克在沙漠风暴的时候，伊拉克跟沙烏地阿拉伯交界是平原呐、整个坦克大军呼就开进去了。伊拉克只有右上角有一点山，整个伊朗跟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不一样，它居然是用山川、高山整个把它围在一起，所以大部队进去难上加难。除非你要是压倒性的优势，那你想想看，这个压倒性优势，它有这么多的部队，你要有多少？所以如果你搞清楚这个时候，我是伊朗的人，我就怎么样，你知道？因为如果你大军来打我，你强大的火力来打我，我不跟你打，我就躲起来。那里太多山洞了，他所有的弹药库通通在山洞里面。不是说他聪明啊，台湾所有的弹药库也都在山洞里面啊。你看我们海军弹药库、空军弹药库、陆军弹药库，有谁建在一个普通的房子里啊？当然是贴着山去建。伊朗全部这样，所以你去轰炸他，你怎么轰炸他？他不跟你打，你美国远道而来，我不跟你打，我看你能耗多久。所以川普现在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战争跟他预期的不一样。他认为他可以跟委内瑞拉一样，一下结束，高层一结束之后整个国家就由我们控制。结果他发觉哇，上来了一个更硬的人，而且他们有这么多的武器藏在里面，我们消灭不了，怎么办？所以当你看到川普早上说那个，中午说那个，晚上说那个的时候，他所呈现的就是一个事实，就是战况出乎他的预料，他现在非常的焦虑。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的战争打到现在我想双方，美国、以色列也知道这个战争会进入一个长期的消耗战，那怎么办？现在减少攻击的量。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就是慢慢的拖下去。再像过去几年打那么大的几率不大，因为他要节省弹药，因为不知何时结束。好，伊朗的地形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易守难攻所以我们之前在伊朗被攻击之前因为他去年就有个午夜重锤嘛，所以我们当时就有讨论到说，如果美国要攻进伊朗或是进行一些破坏，真的很难。所以代表川普没在看我们节目嘛？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伊朗现在有改变战略，我们来看它的战略改变我们再深入的来分析一下这是伊朗的武装部队发言人他特别讲说伊朗我们以前都是用对等反击，但是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们不用这招，我们要改用别招。他说，从现在开始，伊朗要实施的就是连环打击，也就是打击接踵而至的策略，也就是不再维持1对1的报复节奏。好，所以呢，我们也发现在今天大概台湾时间是11点多的时候，在他们当地时间是凌晨好，伊朗是不是又开火呢？因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国家紧急危机和灾害管理局在凌晨的时候宣布，防空系统正在应对飞弹跟无人机威胁。好，所以在该国城市杜拜的居民其实也收到的是飞弹威胁警报。好，这当然对于杜拜的居民而言是非常担心，因为随时都可能会有警报，随时都要躲到安全的设施。好，那现在真主党也向以色列发射了100枚火箭弹，那以色列军队也是猛烈的空袭
贝鲁特的南郊。好，这是黎巴嫩军方的消息人士说，我们大概是发射了100枚的火箭弹都向以色列这个方向来发射。好，那以色列时报也有报道说这是3月初以黎冲突再爆发以来，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最大规模的袭击。好，那当然以色列空袭的地点是置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的一栋公寓。那这个地方其实人口稠密，而且非常靠近市内最大购物中心之一。那黎巴嫩的国营媒体也报道说这是以色列跟武装组织真主党爆发新一轮战事以来第2次攻击贝鲁特的核心地带。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的战争态势除了美伊之间的战火之外现在在黎巴嫩还有以色列之间的战火也是一发不可收拾非常的激烈。好，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杜拜的居民可能随时都会有这个威胁警报。那现在大家也很关心这个杜拜的国际机场目前的状况，其实最新也传出说他们又遭到了伊朗无人机的攻击。好，这是杜拜的政府媒体办公室它有证实。好，我们现在就有画面就是网络上有一些画面是当地时间的11号上午有2架的无人机在杜拜国际机场附近坠落。好，这个爆炸是导致了4名外籍人士受伤。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网络上也有一些现场的画面大家把它拍下来了。好，那联合国的安理会11号也通过了一项决议案。那这个决议案的内容是要求伊朗停止对波斯湾邻国的恶劣攻击。好，我们看到了15个成员国表决。好，13票赞成，0票反对。好，没有说的另外2个是中国跟俄罗斯，他们是弃权的。好，那伊朗总统现在也说好啊，要结束战争可以我有3大条件。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他说停战的唯一途径是让以色列跟美国承认伊朗的权利，而且要支付赔款。而且要由国际社会提供保证，来确保未来不会再发生这种侵略的行为。但是一轮看到的这个支付赔款这个就足以让川普 say no 了所以看起来这个都是大字各自在说而已啦，不会停战，也没有办法结束战争，就要看什么时候谁有办法来做下一个举动。好，那但我们要问是如果现在成为了一个消耗战之后，美国您还有底气吗？因为这场战争其实也引发了美国国内蛮多的反对声音因为真的很烧钱呢。你来看看这个英国媒体引述了监督机构揭露了美国五角大厦，也就是他们的国防部这个挥霍消费你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单月的支出930亿美元当中，他们竟然还花了900万的美元来买一些龙虾跟帝王蟹。所以呢，现在都已经这么烧钱了，那又被人翻出来，过去还花了这么多钱来买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甚至还一轮看到什么冰淇淋机那说是要为了消化年度的预算但是这种东西因为现在又在打战事，又这么花钱，都会让美国国内的民众很反感呢而尤其美国很多人是在斩杀线下的好，那美国的最新民调也发现有超过半数是反对对伊朗来动武。好，美联社的报道呢是引用的是昆尼皮亚克大学在上周末进行的民调，有53%的登记选民其实很反对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只有大概40%是表达支持的。那尤其说要派地面部队这个议题反弹是最为激烈的因为美国民众可能都比川普更有智慧对于地理的环境比较理解，知道派地面部队一定输，而且一定会完蛋。好，那美国的情报现在显示伊朗政府没有崩溃的风险。好，这是美国情报里头讲说其实伊朗的领导层基本是保持蛮完整的。好，在经历了近2周美国跟以色列持续轰炸之后，短期之内没有濒临崩溃的风险。好，不过现在白宫的官方这些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好，但是现在西班牙做了一件事他们撤回了以色列的大使。好，那当然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他是炮轰美俄搅乱世界。那主张中国跟巴西拥有更大的席位，那川普则是再炮轰西班牙，拒绝配合美军的行动，而且不履行北约的义务。好，我们来听听桑切斯怎么说。Con esto, no solamente cuando hablamos del Consejo de Seguridad de Naciones Unidas tenemos que acabar con el derecho a veto,
No deja de ser curioso que dos miembros del Consejo de Seguridad permanentes de ese Consejo de Seguridad sea Rusia y Estados Unidos, que ahora mismo son dos potencias que están trayendo mucha inestabilidad al mundo con las guerras, en este caso en Ucrania y también en Irán. Pero hecha esta digresión, yo creo que lo que es evidente es que si hacemos una reforma del sistema de Naciones Unidas, pues tendremos que incorporar a grandes naciones como India, como el continente africano, como China o Brasil, con una representación mucho más amplia en organismos。好，现在看起来西班牙跟川普是直接杠上了。我们先问介大使。西班牙这次显示出了蛮多的这些他走这个独立自主外交路线的这种证据当然他一开始他就不愿意提供军事基地给美国，结果川普立刻说你是还北约国家呢，你都你是享受北约的保护久了，自己还不尽义务，你这次还不愿意跟美国配合，我要经济制裁你，要给你用这个这一下惹火了这个西班牙。西班牙总理这一次讲是针对上一次他讲说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逼迫我们在我们的道德原则跟我们的道德标准上做让步我虽然力量没有很大，可是我道德的高度比你美国高多了，所以得到他国内非常高的认同。川普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看不起一些小国，可是他有时候也搞不清楚有些国家就他的历史跟他的全球影响力来讲那不是他眼中的小国西班牙可不是委内瑞拉对，西班牙他的讲西班牙语的这些国家遍布全世界对，他当时他的这个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要不是被英国人打败那可是纵横四海对，所以呢美国人这个西方人讲哥伦布就是西班牙派出去的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川普这个常常因为逞一时之快口舌之快逼着人家必须要跟他划清界限那现在西班牙就是等于说是反对川普这一次侵略行为的这个西方国家的一个代表性人物，所以他也被很多国家现在吹捧现在要捧他，因为很多人都不认同川普的作为嘛。那现在就是说这个伊朗它的战略事实上我今天听那个美国的这个学者他讲，他认为伊朗的战略非常理性，而且战略思想非常精准。他基本上他的最后的杀手锏是把海湾国家的油田跟油库炸掉，他有这个能力。可是他不做，他只是警告你，我要打你，我随时可以打，包括你杜拜。只是在展现这个力量而已那这个就已经可以造成很大的威慑能力了。是好，我们刚才也讲了一连串这个军事相关，我们先问舰长。我觉得最近有很多媒体去评这个美国打得下去打不下去说美国的底气到底有没有，都从那个战争的花的钱去评论，他一天打了多少钱打到现在打了多少亿美金其实这个对美国根本不是重点，他们花钱似流水，他根本不在乎大手大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他真的没有办法克服，那就是弹药。他的弹药因为前面有2个战争，俄乌以及以哈，这都是2个吃弹药的叫做巨兽。美国现在的现存的弹药已经比他战备的时候的100%的差了很多了，可能1/3左右了，而他不是能够全部提供出来的。那最近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五角大厦找了这些军火商来说，你们能不能一个加班加点，好比说原来是1天8小时嘛，1天分3班可不可以？那周末不要休息，也找人来这样加班可不可以？那结果经过这些军火商的评估说，即使我这样子做我大概可以增加20%到40%的弹药量。为什么？你这样看起来你工时增加好多为什么不是像工时一样的加了好几倍呢？因为它真正的问题出在它的供应链，有好多东西不是他自己在生产的。我举个例子，他特殊的那个所有飞弹的那些马达，不是雷神他们可能在生产，他跟别的地方，那别的地方有他的这个生产的瓶颈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炸药，那美国也是很有限的，有很多别的地方在提供它。那还有一些像
所有飞弹的雷达的那个头啊，那个雷达头是非常精密的。我们南部有一家公司哦，它是在生产雷达的那个头的，叫做 Power Amplify， 就是功率放大器。我有次去看的时候，就这么小小的一个晶片，你知道？那所有的工作人员带着那个东西在那里慢慢弄，做出来好像是一个黄金一样的东西。然后他跟我讲那一片多少钱呢？我当时去问了一下，吓我一跳，300多万。他那个是摆在公山里面，就是公山的这个几个东西装在那里要300多万。那他当初开这个店的时候啊 ，AIT 立刻派人去 ，CIA 就立刻去检查，你们怎么有这个能力的？结果那个老板。因为他老板当初是在美国的相关的公司工作，可是那时候所有的管制，今天好比说你在这里工作，我要管制你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会给你补偿金。他们那时候不愿意给他补偿金，所以他没被管制，所以他回来才开了这家。你就知道这些供应链会把美国卡死，弹药不足是美国的致命伤。好，邱毅委员，美国真的能够跟西班牙断绝贸易关系吗？川普现在只是嘴巴讲，他并不敢实际去做。为什么？因为就实际的数据来看，2025年就去年，美国对西班牙的出口是260亿美元，对西班牙的进口是多少？210亿美元。所以美国对西班牙是顺差，是贸易的盈余，中间差了50亿美元。你今天美国跟西班牙断绝贸易关系，吃亏的是谁？吃亏的是美国，不是西班牙。所以刚才大使讲到的是历史，我告诉大家的是现实，就是如此。川普说他已经把伊朗的5500个目标都打遍了。问题是，伊朗这几年做了准备，他把他很多的军事设施地下化了。而且深入的地下化了，号称叫做地下长城。所以你今天把地面上的5500个目标都打遍了，有什么用呢？你并没有打到伊朗的主力，所以就要靠地面部队。可是美国即使调来了他最精锐的空降82师，他真的能够打地面作战吗？还是会在伊朗这一个特殊的地形结构下一战而溃。所以现在美国只能够利用伊朗当地的库尔德族人替他去打地面作战。可是你会这么做，你有张良计，伊朗就有过墙梯呀。伊朗也利用黎巴嫩真主党去打理以色列的北方，所以现在打起来了。另外，福特号航母最近移师到哪里了？到红海。为什么？因为也门的胡塞武装也动啦。所以这时候，如果荷姆兹海峡被封锁，红海也被封锁，苏伊士运河也被封锁，那还得了？那对经济的冲击就更大了。所以福特号航母为什么移师到红海，就是为了对付胡塞武装嘛。所以从这里来看，川普在很多的状况之下，他常常嘴很快，他嘴就脱口而出了，但是脱口而出以后，反而被别人找到他致命的弱点。哇，这世界哦，动荡局势恐怕没完没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刚刚也一直在讨论哦，川普最爱说大话哦。之前我们曾经也听过他说啊，这个美国的海军哦，可以把这个布雷舰艇哦都集成哦，甚至还说可以护航很多的商船哦。虽然白宫否认，那我们现在也确实看到啦哈，伊朗这边哦，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副司令直接讲说啊，现在在伊朗周边700公里的海域内哦，都没有任何一艘美国的舰船哦，美国的海军已经逃离了该区域。那因为美方深知哦，伊朗已经制定了专门针对并集成他们航母的特别作战计划，也就是美国的舰艇溜掉了齁。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之前川普还曾经讲说要摧毁伊朗的海军真的是说大话。好，而且他还讲说我们可以确保荷姆兹海峡邮轮的安全说很大的这个安全保障就会实现看起来又再度是
骗人的吼。好，伊朗军方也说啊，没关系啦哈，你们要做好油价涨到每桶200元的准备哦。油价处于地区安全啊，你们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破坏了这个地区的安全。那现在白宫发言人啊，也确实有讲说啊，其实我们没有护送任何的油轮哈，因为美国的海军几乎每天都在拒绝航运业通过荷姆兹海峡的军事护航请求。那现在遇到的袭击风险因为美军这边判断还是过高。那现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被问到说，美伊战争到底怎么收场啊？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讲。So how do you see this ending, this war? I don't know. Oh my god， 他是特使呢，他居然说 I don't know 这句话伊伦也可以讲 I don't know 全球陷入一个石油危机啊！我们看到日本、德国、英国呼吁国际能源总署这个释出4亿桶的储油。好，目前日本、德国、英国也都宣布要释油了。好，那日本的货柜刚刚我们讲到了嘛，在波斯湾受损那目前看起来是船尾跟机房的地板有破洞，但是原因还要在调查当中。专家也示警说，荷姆兹海峡的封锁危机升温美国的海军态度非常谨慎，但是最糟糕的就是全球的能源供应都会受到冲击。专家认为，伊朗可能会借由提升商业的风险，而不是直接军事封锁，来达到他们的战略目的。好，我们再看到了就是这一场战局怎么结束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总统特使他说 I don't know 但是是不是得靠另外一个大国，也就是中国呢？那现在中国大陆的外交部有特别的呼吁说其实各方就是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那王毅也确实展开了外交斡旋那是否跟美国来沟通伊朗战事，中国大陆这边是必答的。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他是对中方是否对美国这边沟通回避作答，他只有讲说中方跟包含冲突当事方在内的有关各方会保持着沟通还有对话。所以现在中东战事爆发之后，数据也显示伊朗至少有1170万桶石油还是运往了中国美国的 CNBC 说，根据 Tankers 的这个数据指出，伊朗在战事爆发之后仍然透过荷姆兹海峡至少运送了1170万桶的原油，而且你可以看到目的地全部都是中国。好，所以这场战争到目前为止，连他们的总统特使都 I don't know 的之下，恐怕川普是更显焦虑。好，我们一样先问大使。其实美国这次打伊朗照我们的成语来说的话，就是说4个字美国叫自毁长城。美国这个国家说实话，对吧？天罗地网，把他这个从东西两岸来的攻击搞得那么绵密他们是住在一个大岛上，他老百姓是没有人可以攻击他们，看他们自己跑出去惹祸，把他这些敌人制造的到处都是敌人，然后呢又让人家无法信赖，对不对？不讲武德，然后搞得众叛亲离。所以这个国家就是有一点点像，除了川普这种，不晓得他们到底什么回事。就是说，我们就实际作为来讲的话，实际效果就自毁长城。那这时候还要这些西方的记者，尤其美国记者，还要一天到晚拉人家入下水中国大陆你怎么样？谁怎么样？谁获利最多？中国大陆这件事情是做着就赢了。还要做什么作为呢？你自己在自毁长城的时候，人家不必要递刀，你自己的刀子天天往身上戳，还要递什么刀？对，可是他还要一天到晚说，怎么样，如何讲别人。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一次，不要说这一次，上一次俄乌战争的中国大陆有一个很重要的立场跟一个战略上的一个考量点。我的观察就是绝对不要公亲变世主。你们两个在吵架，不要我拉进来，我绝对不会公亲变世主，对，劝也劝不住对，中国大陆在俄乌战争派出特使，这一次翟俊是中东特使，已经都在穿梭了。你们这些想要怎么往中国大陆泼脏水的，他一概不回应嘛，所以这个是对大陆来讲是最有利的。那川普这回真的是大家都认为他踢到铁板了。
那问题就变成他把别人都看成什么？都看别人是塑胶的，所以他踢铁板也是自然的。对，那现在他的这个魏科夫那句话就表示说，这个人不适合去做任何的谈判代表，任何的谈判代表他都可以自圆其说。怎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我不知道？愣了几秒，对不对？你不知道，你要在谈判桌上，人家说那你就回去换一个谈判代表来。他还是川普最重要的谈判代表，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国力极为强盛，人才鼎盛，可是并表示那些人才能够担任他能够做的工作。因为川普是个独裁者，只剩下他那个小圈子，魏科夫是他的几乎跟法小一样的，派这么重要的工作给他，那你说美国其他的人才不都是白费了吗？哦，舰长怎么看？军事力量去封锁荷姆斯海峡最严重的是水雷，为什么其余所有的封锁，当他说停止封锁就停止了，可是水雷一丢你就没有办法回收了，除非你把它扫除掉，所以那个是没有回头路。那至于最近你可以看到美军一直在说集成它的布雷舰，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绝对不让它布雷舰。可是你打布雷舰有什么用？我们也有布雷舰。什么叫布雷舰？就是我这样出去，我上面可能装了200粒水雷，然后我有一个布雷的一个计划，我可以按照这个水雷带着这个位置到了经纬度，我就知道我按照这个东西布完了。它的速度很快，很精准，这是布雷舰。可是谁说一定要布雷舰才能布雷啊？渔船带出去不能布雷吗？这个轻一点的水雷我跟你讲，我们2个人就抬得动。重一点的4个人，再重最多不过6个人。就渔船一次带个15、20枚，然后我们的人这样子搬着去丢。所以有没有布雷舰不是关键，你知道吧？所以他讲这个东西也是说好像在自我安慰。第二个，其实真正的封锁，你去看最近所有的船东不愿意封锁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攻击，是因为保险，因为这个东西暂时一生。全世界的海事保险，专门保海上的海事保险的大公司全世界都停保，再保险的公司也拒绝，然后怎么样？这个船东一听，你们都不愿意，那我为什么要过去啊？那我过去风险多大？但是这个时候出来了一些小公司说，我来保，尤其是川普说，你们去保，结果现在的保险费这些小公司提出来保险费涨了6倍，就原来是0.25%，现在涨到1.5%。就说这个船如果过去是2亿美金的，一个游船可能要价值2亿美金，他走这一趟要付300万美金的保险费。你是船东，你愿不愿意？船东就算愿意，他发觉银行还不愿意融资了，所以他现在最近有一个说法叫做保险封锁，不必军事，没有人愿意保你的险，就没有船愿意过去，所以一下子整个跌下来。现在目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保险封锁。那个军事上的东西还有一些风险，但是保险大家都没人愿意，那我怎么愿意过去呢？所以你说这个路的斡旋呢，我真的觉得是很好笑。我前一阵子看过大陆的一篇文章那个标题可能就类似像这个样，就是说千万不要在川普犯错的时候阻止他，你还去斡旋，你斡什么旋啊？你就让他继续做下去是了。至于说那个如果水雷布那我一直在讲说。伊朗封锁是一个叫七伤拳，他也会受伤。如果是水雷那个封锁大量的话，叫做自杀炸弹客，完全无解。如果你听到伊朗大规模布水雷，股市赶快跑。好，邱毅委员，川普是真的是状况没有搞清楚。伊朗大概总数有5000枚的水雷，在川普意识到要去集成伊朗的布雷舰之前，其实伊朗已经用武装快艇，他已经在荷姆兹海峡的入出口已经部署了2200枚，所以事实上水雷已经部署了嘛，油轮怎么敢过，商船怎么敢过？所以当时我就讲嘛，川普扬言说美军要护航，让油轮、让商船可以过荷姆兹海峡，绝对不可能的。好，那现在这一场战争有没有结束的可能？我说过，它进入了第2个阶段，第2个阶段会比第1个阶段打得更惨烈。为什么？美国你可以动库尔德族人，那伊朗
为什么不能动黎巴嫩真主党跟胡塞的武装呢？所以为什么福特号的航母要移师到红海，就是因为要防着胡塞武装动嘛。为什么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已经打起来了，就是因为真主党也开始动了。而基本上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在昨天正式提出来说，如果要停战，3个核心条件，3个核心条件，你首先川普要承认啊，你是侵略啊，然后要把对伊朗的制裁都拿掉，然后要对伊朗做战争的赔偿，然后要尊重伊朗的主权。你认为川普会同意吗？川普若同意了，他的中期选举就不要选了。可是问题是，现在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再加上战争的升级，它所造成的，刚才我讲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脚步就更近了。罗杰斯这位金融大师提到的4只黑天鹅，第一个就是债务的危机，第二个是 AI 的资产泡沫破裂的危机，第3个是能源危机，第4个是地缘冲突。他在去年年底圣诞节前后提了这4只黑天鹅，没有人注意，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生严重的地缘冲突，也没有能源危机的危险。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地缘冲突是越来越严重，能源危机呢，事实上油价要飙破$150，可能性很高啊。而美国为了打仗，它会有更多的债务会形成，所以这一来债务危机会变得更严重，而美国一定会找高市扫描来配合。现在日本的债务已经在 GDP 的260%，所以如果日本再配合川普打这场仗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它就会从整个中东地区拓展到全球。这时候所引起的当然就是股市的危机、金融的危机。所以罗杰斯预言，他说这一次爆发的全世界国际的金融危机，要比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比2008年的雷曼兄弟次贷危机所产生的金融大海啸还要来得更加的严重。好，所以呢，这个刚才邱毅委员讲说的4只黑天鹅，好像现在都一一命中了，就剩最后一个，像是软体类的高科技产业。所以邱毅委员是不是觉得可能有人在后面指点他？当然，每一个黑天鹅要攻破哦。所以我觉得有高人在指点他嘛，但这高人是谁我就不知道了哈。那为什么他这次会点到要去打英伟达，要去打辉达，要去打微软？那更精准啊！因为你在 AI 的资产泡沫，因为 AI 的发展最近过度快了，所以造成了市值的估值过高，这是代表泡沫破裂的前夕嘛。所以很多人在谈 AI 可能泡沫破裂。那如果今天伊朗再去攻击这个辉达跟这个微软的话，它就会使泡沫破裂更快了。